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咱们来做一道鸡蛋茴香的素煎包，虽然材料非常的便宜啊，但是按照今天的做法做出来味道嘎嘎香，我一顿饭能吃7、8个的。如果是最近经常吃肉，可以偶尔吃上一顿素包子嘛，清理一下肠胃，感觉会特别舒服。首先来和面，是750克的中筋面粉，加入7克的酵母粉，先简单的搅拌一下。接着加入480克的水，和成一个面团。做包子馒头啊，和面要稍微硬一点，而且要揉光滑，得费点力气。不过咱们刚开始可以多加点水，把面团和得软一些。等着醒发好了之后，再加点面粉，把面团的硬度调节到适合做包子馒头，这样和面会更省时省力一些啊，也算是一个小技巧。那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之后，就放回到和面盆中盖起来，直接醒发。趁着醒发的时间，咱们来制作馅料。那今天做的是鸡蛋茴香的素包子，先准备6个鸡蛋和80克的粉丝处理一下。做中餐材料并不固定，想吃粉丝多一点的，或者是鸡蛋多一点的，可以适当调整。首先咱们先烧上一点开水，放入粉丝，立马搅散，先煮上1分钟，然后关掉火，再焖上2分钟。时间呢就根据自己用的粉丝的粗细灵活调整，不过也就2、3分钟就搞定了。那焖上2分钟之后啊，用手一捏，很容易就碎了就可以了。时间也不能太长啊，不然粉丝就都烂了。粉丝焖好之后，就先捞出，放在凉水里，防止粘在一起。接下来就再把6个鸡蛋炒了。炒鸡蛋的时候啊，可以多放点油，就放上50克吧，因为后面调馅的时候还需要放油，这样炒鸡蛋多放一点，后面调馅就可以少放点。不但炒出来的鸡蛋不粘锅，而且调出来的馅会更香。加入油之后不需要等，直接把鸡蛋倒进去，然后不断的搅拌，炒成鸡蛋碎。鸡蛋炒好之后就放在锅中放凉，顺便把粉丝捞出来，控一下水，一会儿切一下。接下来再切上500克的茴香苗，需要提前洗干净，把水控一下。茴香有一种独特的味道，所以一定要用新鲜的，并且处理干净，不新鲜这个味道就变了，做出来的包子就不好吃了。那把茴香切碎之后就放在盆子里，把粉丝再切一下。粉丝不用像茴香一样切得太碎，简单切几下就行。切好之后就把鸡蛋、粉丝、茴香混在一起，放在盆子里。接下来调馅儿，先简单的调拌一下，看一下馅料干不干，是否需要再加点油。简单调拌一下之后，再加上一点鸡精，大概2克吧。接着再根据情况适当的加点油，需要一定的经验去判断。视频里是又加了30克，加上炒鸡蛋用的，一共是用了80克左右。然后用筷子这样抄底翻拌的把馅料打散，感觉馅料比较松散了，用手摸一下还能沾上一点油，这样吃起来会很香，但吃起来不油。调拌均匀之后，最后加入20克的盐，再调拌均匀，馅料就准备好了。每个人的口味不太一样，添加盐的时候可以先放上15克，感觉淡了可以再加。加入盐，调拌均匀之后，就要立马来制作了。那这个时候面团醒发的也就差不多了，醒发到体积翻倍，里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小气孔，取出加入少许的面粉，把面团再揉一遍。刚才和面的时候啊，多加入了一点水，这样醒发好之后反正都需要再揉一遍，那就这个时候再加入点面粉，把面团的硬度调节到适合做包子馒头，这样做起来会更省时省力。揉好之后就直接切成面剂子。那今天做的是水煎包，是用家里的平底锅来烙的，一般家用的平底锅大概一次能做10到14个吧。准备的这些材料一共能做30个左右，这样我们就根据自己锅的大小来做。比如我们家的锅一次性能做12个，那就先切出12个面剂子，擀成和掌心差不多大的面皮，尽量往里多包入馅料，准备的所有的馅料能全部用完。
那先包上一锅的量，包好之后用笼布简单的盖一下，再醒发个10分钟。如果天气冷，可以醒发个15分钟。做水煎包呢，最重要的就是来上一碗面汤，配比是200克的水加入10克的面粉，搅拌均匀就行了。以视频中这个包子的大小，正好能做12个包子。那简单的醒发上10分钟之后就起锅，尽量找一个不粘的平底锅，刷上少许的底油，火不要开得太大，用中火就行。接着就把包子放进去。那家用的平底锅其实都差不多大，基本上都是直径28公分左右的。那这样就直接跟着视频里这个做法来做就行了。放入包子，先盖上盖子，煎上1分钟，让包子的底部微微上黄。微微上黄之后，就把刚才的面汤倒进去。那如果是不同大小的平底锅，比如我们家的平底锅比较小，一次性只能做8个，这种情况就先把包子放满，然后加入面汤的时候，看着水正好在包子的中上，大概2/3处就行。最后盖上盖子，用中火边煮边煎12分钟左右。那12分钟之后，看着锅中的水马上就要没了，然后就打开盖子，慢慢的把最后这点水靠干，可以撒上一点熟的芝麻或者是小香葱装饰一下。由于是平底锅，受热不均匀，这个时候可以变换一下位置加热一下平底锅的四周，防止中间的包子糊了。靠到水马上就要干了，底部已经结痂了，就可以关掉火，然后用盘子扣出来就做好了。这样我们再返回去，用同样的方法把剩余的包子都做好。水煎包呢，吃起来口感非常好，底部酥酥的皮子是软的，再加上咱们自己调的馅儿很新鲜，我一顿饭能吃7、8个。如果是最近吃的肉比较多，比如最近老吃烧烤，感觉消化不太好，可以吃上几顿荤香的素包子，清理一下肠胃，感觉会很舒服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